萧炎丹会炼制生骨融血丹，引来3色丹雷。不料木谷老人当众辱骂药老，萧炎一气之下施展出药老的绝学生灵之法，将3色丹雷强行提升至5色丹雷，夺得丹会冠军。木谷被气到当众吐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从空间大门出来后，发现经过2轮淘汰赛，依旧还有上千位炼药师进入决赛。玄一盯着萧炎，发现他的灵魂波动有些奇异。若是他所料不差的话，萧炎的灵魂应该已经接触到了灵境。玄空子点点头，上一次见萧炎时并没有这种感觉，看样子是萧炎丹界之行有所收获。他的心中忍不住有些感慨，想赢药尘那个老家伙一次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空间大门关闭后，玄空子让所有的参赛者上场。最后的比试没有规则限制，炼药师们只需要尽自己的全力，将自己最拿手的丹药炼制出来即可。最终的荣耀将会在他们之中诞生。萧炎混在铺天盖地的人影中，不紧不慢地挑了一处靠近边缘的位置。当所有人都准备好后，玄空子袖袍一挥，一道悠长的钟吟声响起。时候已到，诸位，请升鼎炼丹吧。萧炎并未急着动手炼制丹药，而是在脑海中整理思绪。这次丹会，他打算炼制的是早已准备好药材的生骨融血丹。生骨融血丹名列7品顶峰层次，若是炼制的顺利的话，说不定还有可能进入8品的层次。曹寅等人在闭目沉思半晌后，方才召唤出药鼎。他释放出的血妖焰火惊动了闭目沉思的萧炎。血妖焰火是由近千头火属性魔兽的血液融合凝聚的火焰之形。在曹寅之后，宋清和丹晨也都召唤出了自己的火焰，他们的火焰也属于兽火，虽然比不上曹寅，但在兽火中也是名列前茅。萧炎刚准备收回目光，就见到乔装后的木谷老人将他的海心焰化为一条火蛇。海心焰一出现，他周围几位炼药师的火焰就在异火的威胁下砰的一声爆炸了。萧炎瞥了一眼正冷笑的木谷老人，他的脸上掀起一抹笑意。碧绿色的火焰化为一条火龙，远远地对着海心焰咆哮。盘旋在木谷老人周身的海心焰一滞，随后他在无数道目光中犹如逃命般钻进了木谷老人的掌心。玄空子3人目光惊讶地看向萧炎的碧绿火龙。萧炎的异火应该比海心焰排名高，但他们却十分陌生。玄空子淡笑着说，萧炎的秘密可不少，这一次的丹会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萧炎小搓了一番木谷老人的锐气后，便收回目光，放出万寿鼎。碧绿色的火龙直接钻进药鼎中，上百种药材从萧炎的纳戒中飞出，悬浮在石台周围。准备工作就绪后，萧炎的脸色十分凝重，这是他至今以来炼制的品阶最高、最困难的丹药。他再次将生骨融血丹的制作之法牢牢记在心中，之后他便开始了长达5天的提炼之路。这5天的时间，淘汰了不少垫底的炼药师。萧炎睁开微闭的双眼，此时他的药鼎中有3团药液和粉尘的东西。接下来他需要将这3样东西融合在一起，将之煅烧成丹药雏形，而后成丹。融合是炼丹中相当重要的一步，再加上萧炎的药材并非很充足，所以他不能轻易失败。萧炎将精神集中到极点，他的灵魂力量充斥着药鼎的每一寸角落。融合药力需要的时间是炼丹众多步骤中最长久的一项，而萧炎这次的融合整整持续了将近10天的时间才进入尾声。经过10天的漫长融合，药鼎中隐隐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丹药雏形。只要萧炎稳定住状态，再有一段时间，生骨融血丹就会被炼制出来。此时，广场上第一个引出丹雷的7品丹药现世，之后越来越多的雷云凝聚在天空上。不过这几天最高的品阶也就是7品中级的丹药。萧炎盘坐在石台上，自动过滤掉响彻天际的雷鸣声，他的所有心神都投注在药鼎中。药鼎中隐隐成型的丹药已经逐渐超越了寻常7品顶峰丹药的品质。萧炎有信心能将生骨融血丹提升到8品丹药的级别。慢慢的，留在石台上继续炼丹的只剩下17人。这17人中，胸口徽章等级最低的也是一名7品中级的炼药师，最高的则是一名8品炼药宗师清华。清华生平的夙愿就是收一种异火，
当年他和药老都在古灵冷火诞生的地方待了好几年，只不过最终古灵冷火还是被药老得到了。而这次为了一火，清华只好厚着脸皮跑来丹会和小贝争夺一番。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，盘腿而坐的宋清突然起身，他一脸意气风发地望向天空上厚沉的乌云。这次出现的丹雷是目前为止最狂猛的。宋清炫耀地看向萧炎所处的石台，可惜萧炎忙着炼丹，鸟都不鸟他一眼。见自己的目光被萧炎无视，曹颖等人也都未对他投来诧异的目光，宋清很是郁闷。而后他便开始全力应付自己的丹雷。或许是宋清七品顶峰的丹雷引动，短短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就有9枚7品高级的丹药同时诞生。这般景观可谓是一生难得一见，广场上的观众都被勾得热血沸腾。此时丹家的丹臣突然一口鲜血喷吐在药鼎之内，和丹药融合在一起，一股令人惊骇的能量波动暴涌而出，他的药鼎也瞬间爆裂，一道足有10丈庞大的绿色光柱直射天际。很快天空中就凝聚了一片将近100米大的青银2色雷云。玄空子等人对视一眼，很是认可了丹臣一番。8品丹药拥有着灵性，甚至可以说是有了灵智，已经算是生灵的范畴。而8品丹药的划分超乎想象的严格，它们的品质并不能用肉眼来辨，而是以丹雷颜色认品质。丹药的品质越高，引动的丹雷颜色就越多。据说若是能够引发9色丹雷，便说明丹药进入了拥有造化之力的9品级别。丹臣抹去嘴角的血迹，艰难地站起身。今日之后，丹家的名头将会因为他响彻中州。他的脸上浮现笑容时，曹颖也站起身，他的手中结着手印，一道巨大的光柱直冲天际，青银2色中夹杂着一丝极淡的红色丹雷出现。宋清目瞪口呆地看着天空上的雷云，他的心中有些挫败，不过想到萧炎肯定比不上他，他又好受了一点。此时萧炎也缓缓站起身，高台上的玄空子等人忍不住握紧手掌。当年药尘便是在这里以一种震撼的姿态取得了最为璀璨的荣耀，如今不知他的弟子能否再次沿袭这一脉的荣耀。萧炎袖袍一挥，一道庞大的碧绿火柱冲天而起，天空中翻滚着青银红3色雷云。萧炎的表现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，曹颖心头的震撼持续了片刻，才缓缓退去。他再次看向萧炎的目光中带着些许异彩，他在萧炎的身上感觉到了一丝内心深处的悸动。玄逸看向玄空子，笑着说：“你又输了。”他们3人一致觉得萧炎日后前途无量，说不定还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萧炎的雷云彻底凝聚后，清华老怪也站起身，他对着萧炎传音：“小家伙，做得不错，没丢你那混蛋老师的脸。”萧炎听他话中的意思，似乎和药老有些关系，他不敢怠慢，连忙对着清华老怪拱手行了一礼。清华老怪袖袍一挥，将药鼎盖子震落。他的丹雷和萧炎的相差不多，而且他们的颜色浓度也相差不远，肉眼难以分辨上下。最后只剩下掩盖气息的木谷老人。万众瞩目之下，木谷老人一脸诡异地站起身。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，他也不再遮掩身份，大笑着说：“这一届的丹会冠军非他莫属。”木谷老人虽然是魂殿的人，但他也是一名炼药师，拥有参加丹会的所有条件和资格。玄空子3人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剥夺他的参赛权，不仅魂殿不会善罢甘休，还会有损丹塔的名声。但若是让木谷老人拿了丹会的冠军，丹塔也会颜面大失。玄空子3人心中都十分愤怒，浩瀚的光柱冲天而起，药尘教出来的弟子也不过如此。萧炎目光阴森地盯着木谷，先前他嘲讽药老的话已经激起了他心中的杀意。天上的雷云成型时，所有人的心脏都紧了起来。最后青银红金4色丹雷出现，丹塔的一些长老们脸色苍白，玄空子的脸更是阴沉的可怕。他嘶哑着声音说：“此事过后，他会亲手杀了木谷，但他若是出手，定会引起丹塔和魂殿的大战。”玄逸劝他先看看，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。木谷老人狂笑着说：“丹会冠军之位定然会落入魂殿之手。”广场上的炼药师们听到木谷老人是魂殿的人，脸色全都异常难看。满脸怒火的曹颖眼睛不自觉地看向萧炎，
此时的萧炎脸上充斥着一种迟疑之色，似乎在犹豫着什么。曹颖心头一跳，一丝希望毫无缘由地从他内心深处涌现，他大喊着：萧炎，是男人你就彻底的出手。曹颖的话让无数道目光唰的一下全都看向萧炎。木谷老人闻言讥讽着说：彻底出手，这种时候莫说这小辈，就算是药尘的老混蛋来了，老夫也不会将其放在眼中。话音刚落，木谷老人的心头突然一跳，只见此时的萧炎脸色彻底的阴沉了下来。你还没那资格让老师出手对付你。说完，萧炎猛地往前踏出一步，手掌探入面前的光柱，他决定放手一搏。看到萧炎的举动，木谷老人觉得他完全就是在装腔作势。8品丹药已经拥有了灵性，而越有灵性的品质就会越高。萧炎的丹药虽然已经成型，但灵性却并未稳固，这种时候的丹药依旧还有着提升的空间，而只要灵性提升，丹药的品质也会有最后一次的飞跃。放在其他炼药师身上，这种行为绝对是行不通的。但当年药老有一种他引以为傲的炼丹绝学生灵，而萧炎得到了他的所有传承，自然敢这么做。萧炎深吸一口气，老师保佑我。他深入光柱内的手掌猛地一握，一个拇指大小的暗红丹药被他抽了出来。萧炎将丹药悬浮在面前后，琉璃莲心火出现在他手中，而后萧炎手指上的那戒一阵颤抖，古灵冷火陡然出现，3种异火在众多惊骇的目光中狠狠地碰撞在一起，一股近乎毁灭般的气息浮现。但不等它们扩散，萧炎的灵魂威压便将它们包裹住。3团火焰在萧炎的灵魂力量下融合成一缕褐青色的火焰。萧炎让这缕褐青色的火焰包裹住暗红色的丹药，他的举动引起了全场的骚动，不少人都觉得萧炎的丹药要被毁了。而木谷老人的眉心却突然跳了跳，他的心中感到有些不妙。玄空子一脸惊愕，他身旁曾经和药老有过一点故事的玄一突然想起药老的生灵之法，这一次萧炎或许真的能够逆转局面。暗红的丹药在褐青色火焰的包裹下变得凹凸不平，一股股淡淡的灵性雾气尽数抽离。萧炎瞅准这个时机，将2粒运灵粉尘弹入火焰之中。运灵粉尘的加入在这种时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萧炎将自己的灵魂力量毫无保留地涌进火焰之中，他以一种极度小心的速度将暴涌的灵气压缩进丹药内，而后萧炎猛地一咬舌尖，一口血雾洒入火焰之中，伴随着血迹灵龟4个字，铺天盖地的灵雾在萧炎的灵魂控制下钻进丹药之中。在丹药表面再度光滑圆润时，天空上的3色雷云犹如受到牵引般再度翻滚了起来。这一幕将整个广场上的人都炸晕了，玄空子等人略微有些失神。此刻他们是真的很羡慕药尘能收到萧炎这么牛叉的弟子。木谷老人的脸色瞬间阴沉，他从未想过萧炎能凭本事撼动这场已经出现结果的局面。他的心中突然涌上一抹极其浓郁的杀意，萧炎日后必定会是魂殿大敌。在玄空子的死亡凝视下，木谷努力压下心中翻腾的杀意。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，翻滚的3色雷云中出现一缕金光。金光彻底出现后，雷云并未停止翻腾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粘在雷云上。只要雷云再出现一丁点其他的色彩，丹会冠军的位置非萧炎莫属。一缕紫色光芒再度出现，5色丹列一现，这一届丹会的胜局就定了。今日过后，萧炎的名字就会响彻整个中州。此时的萧炎终于松了口气，气不过的木谷老人突然给他传音，他让萧炎祈祷以后不要落在他的手中。萧炎眉头一挑，他偏头看向木谷老人，突然伸出大拇指对着他，最后轻轻朝下。我早说过，你还没有资格让老师出手。萧炎的手势和话让木谷老人脸色铁青，他的怒火淤积在胸口，无法喷涌而出。最后他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喷出一口鲜血。木谷此时恨不得将萧炎大卸8块，但在玄空子等人的死亡注视下，他只能努力压下心中的怒火。他看了一眼天空上庞大的5色雷云，让萧炎不要得意得太早。以萧炎的实力，想要接下5色丹雷简直是痴人说梦。
接丹雷也是丹会的一种考验。以萧炎现在的实力，5色丹雷他的确接不下，但他有地妖魁在手，压根不怕丹雷。萧炎将几乎报废的地妖魁放出后，木谷一愣，这傀儡连他一击都接不下，更别说接丹雷了。木谷讥讽萧炎乱押宝，但在看到地妖魁可以吸收雷霆之力后，他的心头满是懊悔。当初在丹界，他下手要是再重点，地妖魁绝对会直接报废。雷霆不仅修复了地妖魁在丹界的损伤，还让他的身体表面出现了一点点金色光泽。就在萧炎低声自语这还不够的时候，天空上的5色雷云因为雷霆被地妖魁吸收而变得愤怒了起来，云层翻滚着，将其他几块雷云吸得朝这边汇聚。见状，木谷老人眼中涌上一抹狂喜。玄空子想要出手阻拦，但看到萧炎看向雷云的脸，十分兴奋。他想想还是作罢。雷云凝聚在一起后，尽数劈向下方的地妖魁。萧炎的脸上笑得十分灿烂，尤其是在看到地妖魁的身体表面金色光泽越来越多后，他的眼中充满期待。最后，经过长达半个多小时的丹雷洗礼，地妖魁通体转化为金色，进化到了最高级的天妖魁。萧炎拍了拍天妖魁的肩膀，这次丹会的收获丰厚的出乎他的意料。高台上的玄空子宣布，这一届丹会的最终冠军就是萧炎。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天际，萧炎成为了丹会冠军，日后也将成为丹塔未来巨头候选者之一。玄空子将来自远古的灵魂修炼之法交给萧炎后，就宣布2日后便是新域开启的日子。到时候丹会前10都有机会进入其中，降服3000焰炎火。玄空子的话让在场的人都十分激动，殊不知这传说中的不死异火究竟会花落谁家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